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和黄金在其中的警示作用。我们将基于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最新文章《国际货币体系与金矿中的金丝雀》这篇文章发布在2025年8月19号。无论您是经验丰富的交易投资者，还是刚刚接触黄金白银市场的新手，我相信今天这个分享都会带给你全新的视角和启发。我们将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逐一解读文章中的图表和数据，帮助大家理清当下全球经济格局中的重要趋势。首先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数千年以来，黄金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白银一直是货币价值的基石。最初是直接铸造金币，后来是被通过政府黄金储备作为抵押的法定货币，以固定汇率保证可兑换性。纵观历史，主导性的国际货币往往也是最强大经济和地缘政治国家的国内货币。这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财力，能够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比如航海自由、合同执行、国际商业、金融和国家间的规则制定和维护。这些国家还拥有财富来支持其货币作为价值储存手段，并拥有广泛的全球贸易关系，支持其货币作为支付的手段。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文章中的第一张图表，名为历史上的全球货币兴衰。虽然这张图表本身没有具体的数字或者日期，但它生动地描绘了几个世纪以来不同的全球货币如何兴起，达到顶峰，又最终衰落的历史过程。从古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再到今天的美元，这张图表清楚地告诉并且提醒我们，没有任何一种货币的霸权是永恒不变的。这种历史的周期性正是我们理解当前货币体系演变的关键背景。文章指出，领先的国家通常还拥有技术优势，这样既支持了军事的领导，也支持了经济的领导，并常常被用于保护商业、金融和地缘政治的稳定。这种领先大国提供的所谓霸权稳定，并通常主导了和平时期，例如罗马和平、不列颠和平以及二战后的美国和平。尽管外部挑战和内部债务问题不断，美元至今仍然是全球资本市场投资和跨境支付中占据主导地位。文章提到，近期对美元的反弹更多是出于地缘政治而非经济的原因。美国的资本市场规模庞大而且复杂，其公共和私人对美元金融资产的投资水平非常高，这使得其他国家是望尘莫及的。而且根据文章中列出的第二张图表，名为美国在全球资本市场中占主导地位，差异化在近期不断扩大。这张图表的数据更新至2025年5月31号。图表清晰地展示了美国在全球资本市场中的绝对优势，即使近年来有所收敛，其领先的地位依然稳固。这对于投资者来说意味着美元资产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具有极高的流动性和吸引力。此外，我们再看一下文章中的第三张图表，名为美元代表了 SWIFT， 促进了跨境支付的一半左右。这张图表的数据更新到2025年6月7号。尽管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美元仍然占据了 SWIFT 促使的所有跨境支付的大约一半。这意味着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美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其在全球支付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尚未被动摇。然而，一些挑战美元的尝试更多是政治或者机会主义性质的，而非经济性质。目前尚没有真正可行的美元替代品。文章提到，俄罗斯在面对一系列制裁的时候，不仅寻求将其外汇储备多元化，包括增持黄金，还倡导建立替代性的金砖国家货币。但随着这一倡议的受挫，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继续将储备多元化为黄金，
作为一种保护性的措施。欧洲央行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将美元近期的下跌视为欧元加强其全球货币角色的机会，但欧元也面临着极大的阻力，取代美元的地位并非迫在眉睫，因为中国政府不一定希望放弃对其货币的控制，而欧洲各国政府也缺乏政治的支持，不愿意将更多的控制权让渡给欧洲委员会。尽管中国在双边贸易结算中成功推广了人民币的使用，但人民币要成为全球货币，需要资本自由流动和经常账号的赤字，这两者都不是中国政府所希望看到的。欧洲虽然没有资本流动的限制，但受困于金融市场和财政权力的碎片化。同时，尽管欧洲央行预计将在不久的将来推出央行数字货币，但它最初更可能用于欧洲内部的贸易，而非第三国家之间的贸易。最终，金砖国家的货币倡议由于成员国之间缺乏共识和支持而宣告了失败。因此，美国面临着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紧张局势，已经转移到了黄金市场上。这反映在自美元和黄金脱钩以来，黄金价格空前上涨。美元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不以贵金属为基础，纯粹依靠发行国信任而存在的全球货币。1971年，尼克松总统面对外国债权超过国内黄金储备的局面，切断了美元与黄金的兑换，美元的信任首次受到了考验。从1971年到1973年，黄金价格从每盎司40美元上涨到每盎司108美元，价格根据潜在的供需变量进行了调整。此后，美元恢复了世界的信任，并一直保持至今。尽管间歇性的遇到了挑战和需要采取纠正措施。接下来我们聚焦文章中第4张图表，名为黄金价格已经成为了衡量美国压力变化的晴雨表。这张图表虽然没有具体的来源或者更新的日期，但它所描绘的历史趋势非常清晰，展示了自美元与黄金脱钩后，黄金价格如何与美国所面临的经济或者地缘政治压力呈现出负相关性。也就是当美国面临较大的压力时，黄金价格往往上涨。这再次印证了黄金作为一种避险资产和对冲工具的传统作用。对于投资者而言，理解这种关联性至关重要。然而，自2022年以来，黄金价格的上涨可能预示着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转折点，以及从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向更加多极化的体系逐步过渡。近期金价上涨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随后俄罗斯大部分美元和欧元外汇储备，以及西方主导的金融体系，包括 SWIFT 全球支付系统，通通都被切断。随后，新的特朗普政府扭转了美国政府传统上对自由贸易体系、多边主义和强势美元的支持，削弱了美元，并导致对黄金的需求增加。最后，该政府对美国作为和平维护者的传统角色表现出了矛盾的态度。这些行动都促使了各国央行购买黄金，以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也激发了私人投资者对黄金的兴趣，以抵御关税风险以及潜在的滞胀风险。现在让我们仔细研究文章中的第5张图表，标题为新兴市场央行通过增加黄金购买量，寻求美元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图表非常清楚地显示了在过去几年中，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央银行为了降低对单一货币，尤其是对美元的依赖，正在积极增加其黄金储备。这种行为表明了这些国家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多样化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担忧。对于投资者来说，这预示着黄金作为官方储备资产的战略地位正在提升。此外，私人投资者对于黄金的需求也增加了，部分原因是担心全球关税壁垒的增加可能导致滞胀风险。
这是一种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黄金表现远超其他金融资产类别的经济情景。文章中的第6张图表名为在解放日关税公告后黄金 ETF 的净投资激增。这张图表展示了在特朗普政府在4月6号宣布解放日关税政策后，黄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投资需求出现了显著的激增，并在7月份大部分的时间保持高位，但在5月份随着中美缓和宣布而出现了净流出，这直接反映了市场对地缘政治和贸易政策变化的敏感性，以及投资者如何将黄金 ETF 作为对冲不确定性风险的工具。文章指出，由于美国部署了制裁，以及最近利用市场来推进国内政策目标，而导致的对美国信任度的下降，黄金价格可能会继续得到地缘政治担忧和特朗普政府的支撑。作为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也在放弃其在2战后大部分由美国创建的各种国际条约中承诺。尽管政府对其更极端的言论进行了反复无常的调整，但仅仅因为政策缺乏可预见性，信任就已经被侵蚀了。与此同时，目前还没有一个可靠的挑战者或者竞争者能够提供具有足够代表市场深度和质量的货币来取代美元。近期黄金价格的上涨很可能预示着从霸权体系向更多多极化的体系过渡的开始，这可能是一个渐进而且分阶段的过程，就像19世纪末美国经济规模超过了英国，但美元一直到50年后才成为了世界主要货币一样。这个过渡时期和不确定的时期对黄金的需求可能会保持旺盛，因为它重新承担了其作为安全价值储存手段和非任何人的负债的历史角色。总的来说，这篇报告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国际货币体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但可能是漫长而渐进的转型。美元的霸权地位虽然面临挑战，但短期内并无明确的替代者。然而，地缘政治的局势紧张、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各国央行和私人投资者对美元信任度的担忧，都使得黄金作为金矿中的金丝雀发挥着警示作用。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黄金在未来的投资组合中作为对冲风险、储存价值的重要工具，其战略意义将进一步凸显。感谢大家的收看，希望今天的分析可以帮助到大家更好地理解当前复杂的国际金融格局和黄金市场的动态。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